1996年，一位法国人从日本名古屋来到了英国伦敦，他的到来让人们充满疑惑。阿森纳球迷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普天同庆。Arsene Who， 这是伦敦晚间标准日报打出的头版头条。这是伊恩·赖特第一次被问到对新任主帅看法时的反应。相同的事情同样发生在1年多前的日本。1995年1月，当名古屋金巴任命温格为主帅时，这家日本俱乐部的球迷们对他并没有太高的赞誉。在那之前的1993赛季，名古屋金巴的表现让人失望。他们的前任主帅同样是一位法国人，但当赛季末排名联赛倒数第2时，米尔尼的执教结果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大家都说，又来了一个不知名的法国人，我们根本不信任他。这是时任名古屋金巴的后卫中西哲生的原话。但他们错了。温格在日本执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给名古屋金巴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当1996年9月温格向全场观众致谢告别时，许多球员和球迷们热泪盈眶。他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风格，教会了日本球员在球场上的自主独立思考，而这在90年代的日本，尤其是那种需要上级详细告诉自己应该在工作中做什么的职场文化里，是不可思议的。温格在他最新自传《我的红白人生》里，也专门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讲述他在日本的那段时光。对于这样的日本文化和他所做出的改变，他这样说道 ：“The other personality trait that had to adapt to was their huge discipline and commitment to hard work. These are positive qualities, of course, but if taken to extremes, they can also become pitfalls. For instance, they had such respect for the coach that they expect everything of me. They applied my instructions to the letter, but never dar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hey thought I was going to tell them what to do at every moment, but that it was up to them to take those decisions. They had to develop the freedom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so we were able to develop a team style based on speed and mobility, relying on their technique and their intelligent creation and use of space.” 从日本来到英国的温格，有意无意间给阿森纳的传统英伦气质注入了一丝东方文化的色彩。而自温格上任后的20余年，日本元素就一直未曾消失，而阿森纳也自然成了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最受欢迎的俱乐部之一。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01年，还记得这位习惯染成金毛的娃娃脸吗？道本润一曾代表日本国家队连续出战3届的世界杯比赛，是新世纪之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天才球员之一。在出道效力大阪飞脚的时候，道本润一就已被外界视为日本足球的未来，并早早占据了日本国家队的主力宝座。在一群技术流的队友身旁，道本润一的存在感十足。司职防守中场的他，以凶狠的拦截、强悍的体能和出色的机会把握力而闻名。2001年，道本润一博得了曾在日本执教名古屋金巴的阿森纳主帅温格的青睐。温格以350万英镑将道本润一签走，后者随即成为第一位登陆英超的日本球员。理所当然，在2001年的那支阿森纳里，道本润一基本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表现机会。这样的起点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可是后续的过程并没有设想般美好。以21岁的道本润一来说，根本无法撼动帕洛尔、维埃拉、永贝里等人的位置，最终只在杯赛中有过4次出场。但这并不代表道本润一的能力不强。离开阿森纳的他，在富勒姆和西布朗也打出过高光的时刻。他作为日本的旅英先锋，为日后登陆阿森纳的日本球员开辟了道路，规避了风险。道本润一加盟后的10年，阿森纳终于迎来了第2位东瀛的足球旅人，天才少年宫世亮。在日本国内，宫世亮最早成名于2009年的全国高等学校足球锦标赛。赛事结束后，还是高3学生的宫世亮先后收到了德甲科隆、日职名古屋金巴、英超阿森纳、荷甲阿贾克斯等队伍发来的试训邀约。最终，阿森纳以1纸5年的合同从日本带走了宫世亮。为了让宫世亮获得更多比赛经验，并提高技术水平，顺带解决一下劳工证的问题，阿森纳将其先行租借至荷甲的费耶诺德。
租期至2010至2011赛季结束。在荷甲练级的半年多，宫士亮表现出色，赢下了日本 C 罗的美誉。2011年8月，满足劳工证资格的宫士亮被阿森纳召回，放到 U23 梯队中锻炼。作为边锋，宫士亮的速度条件十分出色，100米可跑进10秒6以内。回归阿森纳之后，宫士亮博得过数次出场表现的机会，而他的高光时刻则是2013年的季前热身赛。阿森纳日本行面对温格的老东家名古屋津巴，宫士亮全场表现出色，并打入一粒点球，帮助球队3比1战胜对手。然而，玻璃的脚踝夺走了他赖以成名的速度和爆发力。在兑现天赋的路上，宫士亮表现十分挣扎。15-16赛季开始前，宫士亮转投德乙圣保利队。很不幸，在加盟后的1个月，宫士亮遭遇左膝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从此真正泯然众人。而真正让人惋惜的，则是接下来的这个名字——前野拓磨。2016年夏天，顶着400万的高身价，21岁的前野拓磨正式加盟阿森纳。官宣加盟阿森纳后的当月，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日本与尼日利亚上演了一场4比5的进球大战。那场比赛，新吕胜三、南野拓实在上半场取得进球，前野拓磨和铃木武藏下半场替补破门。第二场，前野拓磨与中岛祥哉的进球帮助日本逼平哥伦比亚。奥运会上的大放异彩，让枪迷们对这位第90届日本全国高等足球学校锦标赛最佳射手，6场比赛打入7球，凭借一己之力把母校4日市中央工业高中送入决赛的日本神童无比期待。对于前野拓磨的加盟，温格曾表示，前野拓磨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人，是未来可期的希望之星。他在日本的职业生涯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开端，我们期待着未来他在阿森纳继续成长。然而，前野拓磨在阿森纳的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2016年8月26日，由于未符合英格兰联赛劳工证申请条件，前野拓磨被租借至德乙球队斯图加特。2017年，由于在德乙赛场表现优异，斯图加特宣布续约前野拓磨1年。2018年，前野拓磨继续自己在德国的租借生涯，1年合约加盟汉诺威96。而3年的流浪生涯结束，当他终于拿到劳工证回到阿森纳时，却发现球队早已没了他的位置。最终在2018年的8月，前野拓磨以100万欧元的身价永久转会至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他的天赋从未真正在阿森纳兑现，甚至一次机会都不曾拥有，而伤病也是阻碍他成长的又一大关键因素，至少在这一点上和当年的阿森纳多少有点契合。让我们把目光拉近到去年夏天，在历经3段相对失意的签约后，阿森纳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技战力，而他们的出现让阿森纳球迷为之兴奋和惊喜。在道本润一2001年加盟后的整整20年，日本元素终于在阿森纳的历史长河中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日本国宝，足球公主，日本梅西，不是别人，这些名号正是属于去年夏天来到阿森纳女足的日本女足天才岩渊真奈。受到哥哥凉太影响才开始接触足球的她，在年幼时就展露出了惊人的天赋，8岁时就被东京武藏区的关前 FC 招募至队中。关前 FC 在当时只有男子青年队，岩渊真奈出众的天赋让当时的教练决定让他加入男队，并将原本叫关前男子足球俱乐部的全名改成了关前 FC， 彻底去掉了性别元素。天赋永远不会被埋没，岩渊真奈的职业履历无愧于自己日本球王的名号。年仅19岁就登陆欧洲，德甲霍芬海姆率先向他抛出橄榄枝，并在1年后就转会至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成为14-15赛季拜仁女足联赛不败夺冠的关键成员。2017到2020年，追随自己曾经恩师的脚步，短暂加盟神户女足，但在2020年又重回欧洲，来到了英超的阿斯顿维拉。2021年夏天，日本的足球公主终于降临至阿森纳，成为阿森纳女足历史上首位加盟的日本球员。女足世界杯冠军、亚运会冠军、女足亚洲杯冠军、U17世青赛金球奖、亚洲杯 MVP。国家队层面的岩渊真奈属实大满贯，期待他带领阿森纳的女足走向辉煌。
最后一个，想必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他是谁。他近期的伤缺，更让所有枪迷意识到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富安健洋，阿森纳本赛季的最大惊喜之一。去年夏天加盟阿森纳的他，在初来球队时遭受了众多球迷的质疑，觉得这个陌生的日本名字是否能够承担起阿森纳右路的攻防重任。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富安健洋迅速用稳定优异的表现征服了所有枪迷的心，而这一点在他近期因伤病而缺阵时显得尤为关键。纵观富安健洋的职业履历，今年才23岁的他可谓一帆风顺。2018年开启旅欧，第一站是比甲的圣图尔登。在异国他乡踢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队内的另外2名日本队友远藤航和连田大地帮他融入了欧洲足球的环境，使得他迅速成为了圣图尔登的主力中后卫。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富安健洋最突出的品质：挑战自己的决心。想在国外立足，你必须要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150%的自己，无论是语言、训练、比赛态度，还是自己的强项和短板。远赴重洋本来就让我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还不能用态度加以弥补，我们是没有办法获得出场机会的。我们不知道富安健洋为此付出了多少，但是知道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而且圣图尔登的总监平托曾说道，富安健洋的迷人之处在于他不接受任何不成功，他并不是幸运儿，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因为幸运就到来的，他只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球员。你会发现有很多专注的球员，但富安健洋在保持决心、对工作的刻苦努力以及健康饮食方面都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他是那种永不满足的球员，他总是会继续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己。随着富安健洋出色的表现，圣图尔登意识到自己已经留不住这位年轻球员了，他已经被许多球探盯上了。仅仅1年后，意甲博洛尼亚伸出了橄榄枝，富安健洋成为了当时意甲的日本独苗。而在这里，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足球智商。如果说在比甲更注重的是个人表现的话，在意甲需要战术层面的提升，在提升自己防守能力的同时还要兼顾团队。在转会至博洛尼亚后，首战就以中后卫首发出场，他很快就在意甲站稳了脚跟。而他在博洛尼亚锁死 C 罗的成名之战，则是他在亚平宁半岛持续高光的缩影。2021年夏天，富安健洋完成了4年3级跳，在转会截止日当天成功加盟阿森纳，开启了自己在世界第一联赛的征程。如今富安健洋已彻底伤愈归队，他的回归一定会成为阿森纳本赛季争四的关键助力。日本的旅欧大军一直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每每看到日本足协公布的国家队大名单，全23人均来自欧洲是屡见不鲜的场景。而日本足球人在英超前仆后继的努力，为他们在英超这个世界最顶级联赛的竞争中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口碑。富安健洋自己曾说，我想成为一名后防领袖级球员，即使我会碰壁，会遭遇挫折和困难，我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目标就是在欧洲顶级球队站稳脚跟。 Dream big， 这是从中田英寿到本田圭佑再到如今的富安健洋身上都能看到的东西。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相信我们的中国足球也终会有如此繁荣的一天。